Let hold this up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dis Up。今天我们来玩麦克法兰辐射新维加斯游骑兵。拆盒取货，游骑兵本体6把热武器，1件望远镜，1件地雷包，3对替换手型，1件底盘，1张人物卡，1张数字分数卡。新维加斯首次公布悬念片，到2010年13上正式公布新作抬头，引爆了辐射 IP 粉丝们的热情。一方面，由于前作《辐射3》成功转型；另一方面，因为本作与幻之名作《辐射：范布伦血缘上千丝万缕的关系。2010年10月19日，游戏在北美正式发售，玩家情绪直接炸裂。由于新维加斯与辐射3使用相同的引擎，因此游戏体验颇为相似，但故事背景和叙事风格却更接近1998年黑岛工作室的代表作之一《辐射2》。游戏中故事背景设定在公元2281年，辐射3故事结束3年之后，也是辐射2故事整整40年之后。地点是西部的内华达州，靠近初代辐射与辐射2西海岸加利福尼亚。故此，发生在东岸的辐射3角色均未在本作中登场，反而辐射2的角色如马库斯在本作以 NPC 形式出场。游戏中提到了许多跟辐射前2作相关的人物事件，令许多当年从黑岛工作室时代一路玩下来的玩家们欣然一笑。本作舞台是以美国拉斯维加斯为中心，游戏中绝大数地区位于现实中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，也包含一些邻近州领土，比如加利福尼亚、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州的原属地，这地区通称为莫哈维沙漠地区。该地区现实历史中就曾是美国的核武器实验场。意外的是，该地区生态环境比前作中不少地区都要好。游戏中很多地点有不用处理的洁净水，变异很少的生物如淡水鱼鸟。主要原因是豪斯先生的防御系统拦截了绝大多数射来的核弹。故事剧情是玩家们喜闻乐见的类型片。玩家扮演一名莫哈维快递公司的邮差，在运送神秘货物白金筹码去新维加斯的路上，被本尼伏击并抢走了包裹。本尼伙人杀人灭口，一枪打在邮差头上，埋葬于沙漠。然而邮差大难不死，被一旁目击机器人维克多从坟墓中挖出，带到清泉镇米切尔医生家里紧急治疗，精心看护，从而伤愈。至此，邮差才开始追踪本尼，寻回失窃包裹的旅程。邮差自由探索莫哈维废土，通过与各地幸存者的交流、交易或是战斗，获取本尼行踪。所有线索指向了繁华的新维加斯，即战前世界知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遗迹。这座城市被保存得惊人完好，城内道路整洁，灯红酒绿，数座大型赌场生意兴隆。好事核战从未触及。邮差找到了本尼，夺回白金筹码之后，把包裹送往物主，住在幸运38赌场的神秘人物豪斯先生。原来豪斯先生是美国战前最富有的资本家之一，他预测到核战将不可避免，通过无菌保存技术使自己长生不老，并建立一支机器人部队充当自己的手和眼。同时，他斥资修建了维加斯的导弹防御系统，成功拦截绝大数射向维加斯的核导弹，保护了自己和他心爱的赌城。豪斯订购的神秘货物白金筹码，因核战爆发未能及时送到。筹码实际上装载着电脑系统的升级程序，能够使得豪斯的机器人部队战力更加强大，所向披靡。但是豪斯需要邮差的协助，才能启用白金筹码完成升级。白金筹码用途明朗之际，邮差便成为了莫哈维废土各方势力争夺的人物。除了豪斯先生之外，莫哈维还活着另外2股强大势力，力图恢复战前美国民主制度的新加州共和国，与崇拜古罗马强权独裁、实行奴隶机制的凯撒军团。这3股势力都意图获得对新维加斯地区的控制权。决战的关键在活佛大坝提供的电力与水，谁控制了大坝，谁就控制了新维加斯。邮差的抉择将会对新维加斯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，玩家支持一方注定最终取得胜利。
新维加斯没有冠以系列数字代际的名号，却有着不输给任何一部正统辐射的内容量与辐射气质。无论是幸运38赌场里令人沉迷小游戏玩法，还是各种战斗口炮数值 build， 或是废土世界下的武器风格，加上大家永不陌生的花式 bug， 在莫哈维的沙漠中混搭在一起，风味醇厚，让玩家们岂能不爱？何况人物群像、文本对话将豪斯先生的复杂性、本尼钱德勒小人物多面性、NCR 集团的投机性、凯撒军团的独裁性等展露无遗，恍若人类历史纪录片。游戏发售后，黑曜石工作室没有停下开发脚步，趁热打铁，于同年底12月21日到一年9月20日，连续推出了4个大型 DLC 拓展剧情包，分别是无主之财、真诚之心、旧事哀歌、孤寂旅途。人们对密宝与生死的执念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对抗命运，穿越200年的致谢实验，以及连接本片与3个 DLC 所有核心诱因的第7号邮差的终极秘密。黑曜石工作室主创 Josh Sawyer 带领团队从世界观设定、对话文本、美术表达、音乐声效等方面，将游戏的纵深感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哪怕玩家们依旧面临着相当可怕的 bug 量，可是新维加斯基于辐射文化的厚实度、宿命感、预言性与醍醐味，时至15年后的今日，仍然深深令玩家们不断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。看到本视频2周后，12月17日，辐射美剧第2季的故事舞台正是豪斯先生主场，不眠夜之城新维加斯，咱幸运38号赌场见。War never changes.
老迈精英版继辐射76、动力甲 T60 上市以来，众多换色换头商品直接大获。好在该产品终于迎来了完全新规人物，是我期待已久的游骑兵。官图公布之初，我就被精准的建模、亮丽的涂装、丰富的配件与扎实的关节所吸引，是我今年 must have 美系公仔之一。何况新维加斯游戏本身魅力无限加持，再加上这年头还有别的可动游骑兵可选吗？等各种综合原因考量下，我毫不犹豫地入手了它。外观涂装是老迈精英版产品线强项，种种诟病老迈涂装能力的质疑声音在此烟消云散。金属头盔面罩战损掉漆，还是皮革大衣高光阴影，或是长裤皮靴纹理褶皱，乃至武装雕刻细节呈现，对于美系玩具来说实属上乘。一切关乎老迈是否愿意涂装，只要愿意就精品，外加商品软硬胶合理搭配，令产品的扎实度与耐久度都得以保证，从不辜负玩具本身意义。武装配件也是本系列闪光点，夸张的武器与配件数量，一改玩家们长期对老迈的刻板印象。本次也是从游骑兵标志性的狙击枪到花纹左轮，应有尽有。新维加斯里面常见的经典武器一应俱全。此外，商品甚至包含望远镜、地雷包、战斗匕首等让人会心一笑的道具。车上替换手型、底盘与人物卡必备内容，确实感受到厂牌设计师很懂游戏。另外值得一说，老迈也推出非精英版新维加斯本尼游骑兵双人套装，可是这套产品阉割了精英版的所有优势，只剩下分色简陋的2位人物，不推荐入手。该款双人套我自己也没买，未来二手市场收个本尼来布景。寸良游骑兵身高，头顶头盔几乎抵达7寸，标准老迈产品身材。请入镜角色一同身形对比。小结而言，精英版游骑兵是麦克法兰全产品矩阵中最优秀的体验。无论是针对新维加斯可动公仔来说，还是指麦克法兰的 IP 商品来说，造型、漆面、配件不可替代性都是本品的卖点优势。相较而言，可能当下的零售价是挡在玩家面前最大的一道门槛，毕竟小3张不太符合大部分人对刻板印象品牌的认知。那么是否为 IP 买单，就相当取决于个人喜好。我自己是非常推荐本品的。新维加斯凯撒军团多来点，死亡爪无敌大欢迎，就算有个精英版本尼，我也会照单全收。PodySub 是当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下期见。